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位大陆媳妇小芳的故事。她是我多年前牵线成功嫁到台湾的一位客户。没想到婚后的生活虽然幸福，却在前年遇到了一件几乎压垮全家的大事，而这件事也让她对台湾医疗系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小芳是安徽人，10年前经我介绍认识了她现在的台湾老公阿杰。阿杰在台北经营一家中型电子零件公司，家境不错，两人恋爱半年后便结婚。婚后，小芳也顺利取得了台湾身份，生下一对可爱的龙凤胎。这些年来，小芳一直觉得自己嫁得很幸福，婆家人也待她不错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前年春节，小芳接到大陆老家的电话，说她母亲身体不适，去医院检查出了晚期肝癌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小芳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立刻飞回安徽老家，只见母亲黄阿姨躺在病床上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皮肤也呈现出不正常的黄色。医生说，你妈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。父亲的声音沙哑中带着绝望，已经是晚期了，扩散得很厉害，大医院都看过了，都说没办法了，只能回家等着。小芳不敢相信这就是最终结论，连续带着母亲跑了3家当地最好的3甲医院，结果却都是一样，晚期肝癌，多处转移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，建议保守治疗，回家安心度过最后时光。妈，我不相信，我不能接受。小芳握着母亲的手，泪如雨下。我一定要带您去治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不管去哪里，我都要试一试。就在小芳痛不欲生的时候，阿杰从台湾赶了过来。看到这种情况，阿杰思考再三后，对小芳说，要不我们把阿姨接到台湾去看看，台湾的医疗水平在很多领域都是世界一流的，特别是在癌症治疗方面。小芳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立刻点头同意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黄阿姨不是台湾居民，如何能够在台湾接受医疗服务呢？而且黄阿姨的情况如此严重，能否顺利通过检疫和入境审查也是个问题。阿杰安慰小芳说，别担心，我有朋友在台大医院工作，我先咨询一下，大不了我们先办理紧急探亲签证，然后想办法申请医疗签证。经过一系列的奔波和努力，黄阿姨终于以探亲的名义获得了赴台签证。为了确保旅途安全，阿杰还特意联系了医疗护送服务，花重金聘请了专业护士陪同乘机。2月底的台北春寒料峭，当救护车把黄阿姨送到台大医院时，小芳的心情既紧张又忐忑。她不知道母亲能否经受得住长途旅行的折腾，也不知道台湾医生会给出怎样的诊断。院方早已接到阿杰朋友的通知，立刻安排黄阿姨入住了 VIP 病房。当主治医师林医生走进病房时，小芳紧张的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她害怕听到和大陆医生一样的判决，那样的话，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林医生仔细查看了黄阿姨从大陆带来的所有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，然后又亲自为黄阿姨做了详细的检查。整个过程中，林医生的表情非常专注，没有透露出任何情绪。终于，林医生招呼小芳和阿杰到了他的办公室。小芳的手心全是汗，她甚至不敢直视林医生的眼睛。然而，林医生接下来的那句话却让她和阿杰当场泪崩。病情确实很严重，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。林医生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，我们可以尝试一套综合治疗方案，包括微创手术、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相结合。虽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，但值得一试。真的吗？真的还有希望吗？小芳激动地站了起来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大陆的医生都说没救了，让我们回家等死。林医生微微一笑，在医学面前，我们要保持谦卑，没有人能100%地预测生命的长度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有责任尽全力去尝试，这是我们医者的使命。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让小芳和阿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希望。在大陆被判了死刑的母亲，在台湾重新看到了生的希望。那一刻，小芳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医者仁心，
什么叫尊重生命的尊严。接下来的日子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。林医生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治疗团队，为黄阿姨量身定制了治疗方案。让小芳惊讶的是，这个团队不仅包括肝胆外科和肿瘤科的专家，还有营养师、心理咨询师和中医师。我们相信西医和中医结合的综合疗法，能够在控制癌症的同时，也提升病人的生活质量。林医生解释道，在台湾，我们不只是治病，更是在照顾一个完整的人。小芳惊讶地发现，台湾医院的治疗方式与大陆有很大不同。首先是医患关系，林医生和他的团队会花大量时间与病人及家属沟通，详细解释每一步治疗的目的、过程和可能的风险。每次查房，医生不仅关心病情，还会询问黄阿姨的心情和需求。妈，您觉得这里的医生怎么样？有一天，小芳好奇地问道。黄阿姨微微一笑，他们真的很有耐心，不像我们那边的医生，总是匆匆忙忙地问一句回一句，有时候我还没问完，人家已经走了。这里的医生会坐下来，慢慢听我说，就算我问了很多问题，他们也不会不耐烦。确实，在台湾的医疗体系中，医患沟通被视为治疗的重要环节。林医生告诉小芳，病人的心理状态对治疗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，让病人充分了解病情，参与治疗决策，对康复至关重要。另一个让小芳惊讶的是，台湾医院的硬件设施和技术水平。台大医院的设备不仅先进，而且使用率极高。黄阿姨接受的微创手术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达芬奇机器人辅助系统，精准度远超传统手术。这台设备造价几千万台币。护士长告诉小芳，但我们认为，只要能够挽救生命，再贵的设备也值得投入。小芳忍不住想起大陆一些医院也引进了类似设备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使用率并不高，很多时候成了门面工程。而在台湾，这些先进设备被充分利用，服务于普通患者。更让小芳感动的是台湾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。虽然黄阿姨不是台湾居民，无法享受健保，但即使是自费，很多治疗的费用也比她想象中要合理得多。林医生解释说，这是因为台湾健保制度对医疗市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，防止了过度医疗和天价医疗的出现。台湾的全民健保设立已经20多年了。林医生自豪地说，他让每个台湾居民，不管贫富，都能获得基本而优质的医疗保障。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制度。小芳不禁想起大陆的医保制度，虽然近年来也有很大改善，但农村和城市不同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差距仍然巨大。而且大病保险的覆盖率和报销比例与台湾相比还有很大差距。随着治疗的进行，黄阿姨的情况开始出现转机，肿瘤标志物指数有所下降，肝功能也在逐渐恢复。虽然过程缓慢，但每一点进步都让全家人看到了希望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治疗3个月后，黄阿姨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。那天晚上，监护仪上的数据不断波动，医护人员紧急将黄阿姨推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妈，小芳崩溃地哭喊着，被阿杰死死拽住。妈，您不能有事啊！林医生和他的团队连夜抢救，黄阿姨的生命体征才终于稳定下来。第二天清晨，满脸疲惫的林医生找到了小芳和阿杰。昨晚是个危险期，现在暂时稳定了。林医生叹了口气，但必须承认，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要复杂。肿瘤出现了新的扩散点，我们需要调整治疗方案。小芳绝望地看着林医生，是不是没希望了？是不是我们白折腾了？林医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坚定地说，我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病人。接下来我们会尝试一种新的免疫治疗方法，这是目前全球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。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已经走在了亚洲前列。就这样，黄阿姨开始了新一轮的治疗。免疫治疗是通过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细胞，虽然副作用较大，但效果也往往更为显著。治疗期间，小芳和阿杰租了一套离医院近的公寓，方便照顾黄阿姨。这段时间，她深切体会到了台湾社会的人文关怀。医院有专门的志愿者来陪伴病人聊天、读书，
缓解他们的孤独和焦虑。社工人员定期来访，了解家属的困难，提供各种实质性的帮助。有一次，小芳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崩溃大哭，一位不认识的阿姨走过来，递给她一包纸巾，轻轻拍着她的背说：“孩子要坚强啊，这一关会过去的。”后来小芳才知道，这位阿姨是另一位病人的家属，她的丈夫也在同一层楼治疗癌症。在台湾的这几个月，小芳也逐渐打破了之前对台湾的一些刻板印象。以前她总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发展得快，经济水平也不及大陆一线城市。但现在她发现，台湾的发达并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高楼大厦上，而是反映在细节处的人文关怀、制度设计和社会氛围中。台湾真的很不一样。小芳对阿杰感叹道：“看似没有大陆那么繁华，但生活质量和人文关怀却如此到位。医院里最先进的设备与最温暖的服务并存，让人感觉不只是被当作病人，更是被尊重的个体。”阿杰笑了笑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留在台湾发展。这里或许没有大陆那样快速增长的经济机会，但生活品质和社会价值观更符合我的追求。几个月下来，小芳也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，其中包括几位同样嫁到台湾的大陆姐妹，大家时常聚在一起，分享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感受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有很多误解，一位来自上海的姐妹说，总觉得台湾比上海落后，结果住了一段时间才发现，人家根本不是落后，而是发展模式不同。台湾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，许多制度设计都以人为本，而不仅仅追求 GDP 数字。另一位来自东北的姐妹也表示赞同。我老公一开始月薪才4万多台币，我还担心养不起家。结果发现，这边虽然工资看着不高，但医疗、教育这些都有保障，生活压力反而比大陆小多了。我在大连的闺蜜，她老公月薪2万多人民币，看着比我家条件好，但为了给孩子上个好学校，为了防范大病风险，那叫一个焦虑啊！随着免疫治疗的进行，黄阿姨的身体状况开始出现了奇迹般的好转，不到2个月，肿瘤标志物明显下降，几个转移灶也有缩小的迹象。林医生每次查房时都会带着满意的笑容，阿姨的身体反应特别好，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。林医生鼓励道：“我们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。”小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您是说我妈妈有可能痊愈？”林医生点点头。虽然痊愈这个词在癌症治疗中我们要谨慎使用，但目前的数据确实非常乐观。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趋势，黄阿姨很可能会进入长期的稳定期，生活质量可以得到极大提升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颗定心丸，让全家人终于看到了黑暗尽头的曙光。小芳抱着阿杰失声痛哭：“谢谢你带我妈妈来台湾，如果不是你的坚持，我妈妈可能真的就……”阿杰轻拍着妻子的背：“傻瓜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你妈妈就是我妈妈。”黄阿姨的病情好转，也让她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。她开始能够下床走动，甚至可以在护士的陪同下去医院花园散步。有一天，当她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晒太阳时，一位老先生坐到了她旁边。“您也是病人吧？”老先生亲切地问道。黄阿姨点点头：“肝癌据说已经是晚期了，别担心。”老先生鼓励她：“我是肺癌，5年前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，医生说最多活半年，结果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“真的吗？”黄阿姨惊讶地问。“您看起来气色这么好。”老先生笑了。“林医生也是我的主治医师，他从来不轻言放弃任何一个病人。记住，在生命面前永远不要失去希望。”就这样，黄阿姨在台湾的治疗持续了近1年。期间虽然也有波折，但总体来说，她的情况远比最初预期的要好得多。最让小芳感动的是，林医生和医护团队始终如一的专业态度和人文关怀。在台湾，医生不只是治病，更是在治人。林医生经常这样说：“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也会全力以赴。”这句话深深印在了小芳的心里，她忍不住将台湾的医疗经历与大陆做对比。
在大陆，由于医疗资源紧张，医患矛盾严重，很多医生不得不采取防御性医疗，对一些棘手的病例往往持保守态度。而在台湾，医生似乎有更多的空间和资源去追求医学的本质，挽救生命，减轻痛苦。当然，小芳也深知大陆的医疗水平这些年来有了飞速提升，很多方面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。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，而在于医疗资源的分配、医疗制度的设计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。1年后的春节，当黄阿姨作为癌症康复者而不是晚期病人回到安徽老家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那些曾经宣判她死刑的医院和医生，看到她健康的面色和各项正常的检查指标，都感到不可思议。这简直是个奇迹。安徽省立医院的刘医生惊叹道：“按理说，您这种情况存活率几乎为0。台湾到底用了什么治疗方法？”黄阿姨笑着把自己在台湾的治疗经历讲给了刘医生听。刘医生认真地记录下了治疗方案的每一个细节，然后感慨道：“其实这些治疗方法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，甚至有些技术和药物我们这里也有，但是我们缺乏系统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理念，更缺乏那种永不放弃的医者精神。”小芳听了这番话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不禁想起林医生常说的一句话：医学是科学，但也是艺术和人文的结合。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病人的尊重，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冰冷的工具。回到台湾后，小芳和阿杰决定举办一个感恩宴，邀请所有参与黄阿姨治疗的医护人员。席间，小芳端起酒杯，深深鞠躬：“谢谢你们，是你们给了我母亲第2次生命，给了我们全家重生的希望。”林医生微笑着摇摇头：“这是我们的职责。真正了不起的是黄阿姨自己，是她的坚强和对生活的热爱支撑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”这次经历也让小芳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思考。作为一个嫁到台湾的大陆女子，她既了解大陆的国情，也体验着台湾的生活。两地之间的差异与联系，让她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。台湾和大陆就像一家人，各有优缺点，但血浓于水的联系是永远割不断的。小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道：“我希望两岸能够加强医疗合作，让台湾先进的医疗理念和人文关怀能够影响大陆，同时大陆庞大的市场和研发投入也能够反哺台湾医疗事业的发展。”这条帖子引发了众多两岸网友的共鸣和讨论，有人分享了自己在台湾就医的经历，也有人讲述了在大陆医院被救治的感人故事。大家都认同生命面前无关政治，医者仁心是两岸共同的价值追求。小芳的故事很快在华人圈内传开，不少媒体找到她，希望进行采访。起初小芳有些犹豫，但经过深思熟虑，她还是决定接受采访，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为两岸医疗合作贡献一点绵薄之力。在生死关头，没有蓝绿之分，没有两岸之别，只有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健康的珍视。小芳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：“我希望有一天，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，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尊严和希望，特别是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。”今天，黄阿姨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，她每3个月会去台大医院复查一次。林医生每次看到她都会竖起大拇指：“黄阿姨，您是我们的骄傲。”而小芳也有了新的人生规划。这次经历让她决定攻读护理学位，希望将来能够为两岸医疗合作出一份力。阿杰全力支持妻子的决定，还帮他联系了台北一所知名的护理学院。我想成为两岸医疗桥梁的一部分，小芳坚定地说，让更多像我妈妈这样的患者，无论在哪里都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和最温暖的关怀。每次回忆起黄阿姨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林医生时的情景，小芳仍然会热泪盈眶。那句病情确实很严重，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的医生承诺，不仅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，也让小芳对生命和医疗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对生命的珍视更重要，没有什么比对希望的坚持更珍贵。两岸同胞血脉相连，
面对生死考验时，更应该携手共进，共同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价值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这个故事讲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两岸情感和生活的真实故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